欢迎回到投资印总经。8月下旬，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，调整政策的时机已经到了。我们并不追求或欢迎劳动市场进一步降温，所以市场普遍预期9月18日联准会就会宣布降息，开启新一轮的降息循环。投资人又该买啥好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AI 股熄火，资金回头找经典款。自从7月11日美股指数创新高到9月6日为止，只有道琼指数有在创新高的记录，而这段时间里，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4.6%，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0.6%， 费半更大跌 23.6%， 已陷入技术性空头。再来看看 AI 龙头 NVIDIA， 截至9月6日当周已经下跌了 14%， 市值蒸发4060亿美元，创下有史以来单一公司损失最重的纪录。虽然 NVIDIA 从年初到现在涨了 113%， 但如果从最高点起算，已经大跌 27%， 股价波动过大，的确需要休息。科技类股由 NVIDIA 带头开始放假，眼看市场即将放水，资金又会去哪里冲浪呢？我们盘点了7月11日美股创高点以来到9月5日收盘期间，几家股价续涨 10% 以上，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，加上今年以来股价涨幅超过 20% 的公司，找出了这波降息循环开始前市场资金的游乐场。发现荣获这波市场青睐的清一色全都是历久不衰的经典款企业，例如经典款之一的波克夏海瑟威。波克夏海瑟威的公司市值曾在巴菲特94岁时冲到1兆美元，这是波克夏上市后44年达成的。而美股史上曾冲破1兆美元市值的企业至今有8家，这当中只有波克夏是控股，其他7家都是科技股。最近波克夏频繁卖股已经不是新闻了，不断上涨的现金水位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巴菲特从去年开始减持苹果，到今年也已经卖了一半。从2016年买到2018年，巴菲特买进苹果的成本价每股平均在34美元。巴龙周刊估计，巴菲特卖苹果平均售价大约在186美元，大赚4倍，卖出苹果获利590亿美元。巴菲特最近也持续卖出美国银行，7月中以来套现了将近70亿美元。巴龙周刊估计，波克夏在2011年将美国银行从特别股转换成普通股，每股成本约7美元，目前股价40美元，也是大赚4倍。巴菲特卖掉苹果和美国银行持股，外界多半解读是为了税务考量以及股价涨高，特别是税务考量方面，可能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当选几率提高有关。贺锦丽主张企业税率要由 21% 升到 28%， 投资股票的资本利得税率升到 44%。 以巴菲特长期投资的特性，一旦税率提高，缴税金额是结构性的增加，将会吃掉丰厚的报酬，是比景气循环更大的变数。巴菲特为了政策考量而卖股的可能性相当大。而波克夏目前手握3000亿美元的现金，其实足以应付市场各种变数，不管是大幅调高的税率，或是股票大跌，甚至是经济陷入衰退，波克夏都是进可攻退可守。我们以9月6日收盘价459美元来看，恰好与第二季财报中揭示的每股净值458美元相差无几。买进波克夏不仅买到巴菲特的智慧，也是很好的标的。由此可知，市场并未放下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，资金开始抛弃科技新创业，转进像是波克夏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老牌经典款企业，以及像是传统上被认为最能抵御景气走弱的健康医疗、军工、民生消费和电信业。健康医疗业像是美国医院 HCA， 它是美国最大的非政府急诊医院营运商。他们的执行长在电话会议上提到，医院市占率正在提高中，并且开始运用 AI 技术来提高效率，同时还宣布了60亿美元的库藏股额度。制药方面有艾伯维，它是从雅培制药部门独立出来上市的大药厂，专注在免疫、肿瘤、神经科以及病毒学等领域。军工产业更是亮点，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下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，俄乌、以哈还有台海或南海，各国都在提高国防预算，因此军工股是比较不受景气影响的。在继续说明哪些军工股受惠之前，你知道财讯今年50岁了吗？
欢迎您加入频道会员。加入后不仅有会员专属影片，还有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。更重要的是，有您的支持，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。军工股中的洛克希德马丁、雷神技术都是国防及航太技术的领先者。在现代战争中，大量启用无人机、太空军都是制胜的关键。两者的股价今年以来分别上涨了 25% 和 42%， 持续创历史新高，是战争风险中的大赢家。再来和民生有关的零售品牌行业中，包括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、消费品巨擘联合利华。沃尔玛执行长董明伦在法说会上提到使用生成式 AI 的效益。首先他说到，公司有4亿项库存单位的产品，目录管理很繁琐，目前应用 AI 就已经处理了 8.5 亿笔的资料。如果没有 AI， 在相同时间内完成同样作业需要100倍的人力。沃尔玛也使用生成式 AI 来加强个性化搜索，优化客户体验，提升销售，包括网络销售、同店销售皆高于预期。最后，沃尔玛充分运用庞大数据量的优势，在网站搜索时让第三方卖家提供广告并收费。沃尔玛今年还收购了智慧电视制造商 Vizio， 以加速这项业务。我们来对比一下沃尔玛的同业亚马逊，它在2023年的广告收入高达470亿美元，反观沃尔玛只有34亿美元。广告业务的高成长空间让沃尔玛股价充满想象，再加上2度上修的财测，股价也一路强势演出。消费品巨擘联合利华也导入 AI， 用在写作规划、预测和补货的 AI 模型，每天可运行超过130亿次来服务客户。例如旗下的 Beauty Hub Pro 是一款 AI 驱动的自拍工具，消费者拍下皮肤、头皮状况， AI 就可以给出相关产品的建议。联合利华表示，消费者从 Beauty Hub 购物的营收比其他地方消费者高出 39%， 经过 AI 推荐给消费者的成功率也能提高 43%。 公司也宣布将在2025年底前进行大规模裁员，在全球总员工数 12.8 万人中，预计裁员7500人，这是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。公司人资长表示，裁员主要以办公室职位为主，不含工厂员工。虽然公司没有多说，但从这个现象来看， AI 既然帮助企业省下大量行政成本，挤出利润，对白领员工的失业冲击是不是已经显现，倒是值得重视。科技股中唯一上榜的是老牌子 IBM。IBM 的主要业务是软体、咨询服务及硬体基础建设。最新公布的第2季财报，营收与获利双双超出市场预期，主要受益于客户对于软体的强劲需求以及对 AI 支出的增加。印度裔执行长克里希纳表示，生成式 AI 相关业务收入达到20亿美元，比第1季增加了1倍。咨询业务占 AI 的 75%， 其余则来自软体。客户优先在 AI 上面花钱，但也削减了咨询服务的支出。客户支出的优先顺序已经重新洗牌。即使是传统老牌公司，也可以看出企业在布局 AI 上花费的心力与资本，并且进一步在管理与招聘上发生革命性的转变。股价未来的表现值得长期追踪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迎接这波降息应该前进哪些类股呢？ A. 传统蓝筹股，资金要轮动也该他们表现了。B. 还是 AI 科技股，传产未来也要依赖 AI， 可逢低布局。C. 还不确定市场的走向，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应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。